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13号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通胀再创新高会是拜登政府的痛吗？根据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6月份通胀上升超出了预期，因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比达到 9.1%， 这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看起来情况不会很快好转，虽然最近几周天然气价格显示出疲软的迹象，但没有看到核心价格有缓解迹象。在劳工部最新的月度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之前，经济学家预计同比增长率为 8.8%， 其中大约一半的增长来自能源成本的飙升，因为6月份汽油的通货膨胀率从5月份的 4.1% 上升了 11.2%， 这是由于夏季旅游季节消费者需求的激增、乌克兰的冲突以及与大流行相关的持续供应链问题。如果排除波动的食品和天然气价格的指标，住房、车辆和医疗保健等核心通胀继续稳步攀升，6月份上升 0.7%， 5月份上升 0.6%， 仍然令人担忧。根据劳工部的数据，其中汽油上涨 59.9%， 电费上涨 13.7%， 食品上涨 12.2%， 新车价格上涨 11.4%， 外出就餐价格上涨 7.7%， 二手车和卡车价格上涨 7.1%， 居住成本上涨 5.6%， 服装上涨 5.2%。虽然美联储的目标不是引发经济衰退，但减缓通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持续加息来减少需求。加息通常由美联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后宣布，该会议每年举行8次，下一次会议将于7月底举行。最近一次加息是在6月份，为 0.75%， 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加息对经济具有降温作用，因为它们增加了借贷成本，从而鼓励消费者减少支出。消费者可以预期浮动贷款利率、信用卡和汽车融资的利率会更高。对于工人来说，这些数字意味着对钱包的又一次打击，因为根据平均时薪，通胀调整后的收入本月下降了 1%， 比1年前下降了 3.6%。拜登在报告发布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应对通货膨胀是我的首要任务，并重申此前呼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降低价格。国会对立法进行投票，他说这将降低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加央行疯狂加息，加拿大人还能淡定吗？周三，加拿大央行出人意料地将其政策利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是1998年以来最新出现的超大规模加息，理由是更高、更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及价格上涨的风险增加。央行在一项常规利率决策中将其政策利率从 1.5% 上调至 2.5%， 并表示需要进一步加息。这一举动比经济学家和货币市场预测的75个基点的涨幅更有利。央行表示，随着经济明显需求过剩、通胀高企且不断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预计高通胀将持续更长时间，管理委员会决定加快提高利率上升的幅度。加拿大央行还警告说，他现在看到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平均在 8% 左右，并指出虽然全球因素推动了通胀，但国内价格压力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加拿大央行几个月来一直在追赶过热的通货膨胀，引发了罕见批评，并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加拿大人可能会对央行控制价格的能力失去信心，从而导致价格螺旋上升。本次出乎意料的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将增加对房奴们的财务压力，并可能将更多买家推向已经降温的房地产市场的边缘，即使大部分影响已经预料到。在央行3月份首次加息之前，房地产市场一直在降温，本次加息举动无疑将继续加速这一趋势。
对于已经购买房屋的加拿大人来说，加息使抵押贷款更加昂贵，而加息1%将进一步拖累家庭财务能力。以抵押贷款金额为50万加元为例，目前的浮动利率为 2.85%， 还款周期为20年，每月还款额约为2735加元。在此次加息1个百分点后，浮动利率将达到 3.85%， 每月付款将跃升至2990加元。这意味着每月将多支出255加元，全年将多支出约3060加元。假设以今年年初的平均浮动利率 1.6% 计算，今年数次加息后，每月还款增加约554加元，累计全年将增加6648加元。专家预测，在高利率情况下，加拿大失业率将在2023年初达到 7%。高失业率加上缓慢的工资增长，将使加拿大人更难拥有自己的住房。利率上升也同时带动建筑成本增长。根据加拿大破产监管办公室 OSB 5月份的最新数据，与2021年5月相比，消费者破产案攀升 13.3%。破产案的增加似乎与央行频频加息脱不了关系。当前全球多个国家正面临通货膨胀的困局，除了地区战争推动了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之外，解封后商品和服务供需不匹配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本次加息后，到今年年底之前，加拿大还有可能再次迎来2次加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为此准备好了吗？中国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将首飞。中国官方媒体已经给出了一个强烈的暗示，即该国期待已久的轰20首次飞行可能迫在眉睫。这种新一代轰炸机将匹配甚至超越美国现有隐形轰炸机。中国飞行试验院 CFTE 的一名官员告诉来访的官员，中国正准备对一架新飞机进行飞行试验。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国有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AVIC 下属的中国飞行试验机构负责人葛和平表示，这架飞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和历史意义。据报道，葛在周二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这一声明，以动员参与测试的人员。虽然他没有提供有关飞机的更多细节，但他敦促所有参与其开发的人员充分认识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极其重要性。他的言论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也许是中国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军用飞机项目，也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远程轰炸机项目。轰20平台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打击关键地点和基础设施的新手段。根据现有的资料，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处于开发阶段，能够进行远程打击，尽管它的外观尚未公开。一些西方军事专家指出，这可能是中国军队的转折点，因为中国对其技术性能保密，关于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的信息并不太多。2016年的报道中首次提到中国研制战略轰炸机，随后的报道称，中国打算在2020年代中期开始系列生产该飞机。西安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的机翼形状类似于美国空军 B-2隐形战略轰炸机。这架飞机可能对美军来说将构成严重的压力。预计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的航程至少为 1.2 万公里或7456英里。借助于远程战略轰炸机，中国将能够到达美国关岛以东的太平洋岛屿组成的第2岛链。因此，如果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在不久的将来首飞，无疑，中国的战略投送潜力将进一步提高。总体而言，轰20的存在现在似乎是一个非常公开的秘密，而提到轰炸机的中国官方消息来源的数量，无论多么隐晦，似乎只是在增加。考虑到这一点，轰20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中美对抗会因俄乌冲突分歧加深吗？周末，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放弃支持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时，他是在挑战北京已经确立的底线。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严厉强调了本国立场，并抨击美国的中国恐惧症和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政策。巴厘岛20国集团会议后的对峙表明，俄乌冲突与中国息息相关。在拜登政府试图提出新的对华政策之际，这场对峙也凸显了两国关系中的深刻裂痕。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研究学者赵通表示，在中国战略专家看来，如果战争以俄罗斯惨败而告终，中国将面临比今天更糟糕的地缘战略环境。他说，中国虽然富有而强大，如果加上俄罗斯，就不会单独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战略侵略。对北京来说，最糟糕的结果是俄罗斯战败，并且莫斯科出现亲西方政府。华盛顿从战争一开始试图通过严厉制裁，威胁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华盛顿使听声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云表示，中国在巴厘岛会议后的强硬措辞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旨在显示中国开始调整有关俄乌冲突的策略。北京不相信拜登会改变对华政策的方向。孙云说，所以能做的只有采取强硬措辞，坚持立场，尽可能挤压华盛顿。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全球化智库理事长、中国的中美关系专家王辉耀说，相比最近中美官员的会面，巴厘岛会议的气氛要好一些。他说，美国把中国当成第一假想敌，来动员国际社会应对俄罗斯。巴厘岛会议事关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是否会在今年会晤。二人自从拜登赢得选举以来一直没有面谈过，双方都在衡量是否值得尝试去缓解最严重的紧张局势。孙云说，美中高级官员已经举行了大约6次会议，双方都感觉到危机迫在眉睫。他认为两位最高领导人至少需要达成基本的互信。一旦习近平和拜登之间的谈判不顺利，可能意味着世界要回到两个装备精良的集团的冷战式分裂，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另一个由中国、俄罗斯、伊朗为核心的集团。在7月初的北约峰会上，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正式宣布中国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这一举动招致了北京的强烈谴责。华盛顿制定了一系列对抗中国的计划，但没有几个计划在该地区赢得了坚定支持。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联盟被称为四方联盟，旨在展示亚太地区的团结。印度却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石油。美国领导14个国家组成了新经济集团印太经济框架，但未能为其成员国进入美国的商品提供关税减免，成员国对其反应平平。美国和英国关于共享技术以帮助澳大利亚部署核动力潜艇的协议仍然含糊不清。本周，不到2个月前刚上任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如果美国不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灾难性的威慑失败就在眼前。中国增加了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今年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了一项安全协议。作为回应，周三，副总统哈里斯宣布在该地区开设2个新大使馆。他在与地区领导人的在线会议中表示，其中一个计划在基里巴斯，另一个在汤加。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北京正与华盛顿进行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同时在许多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观点和莫斯科保持一致。赵通说，美国仅仅基于对实力平衡和物质利益的考量，期望中国在管理美、中、俄三边关系时采取中立立场，是不现实的。上月在金砖国家的新兴经济体集团举办的一场会议中，习近平指责华盛顿及其盟友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漠视别国权益，大搞唯我独尊。华盛顿长期尊崇的实力地位为原则的强权政策，在面对新兴超级大国中国时，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并进一步导致拜登政府与中国的地缘冲突，更不要谈就乌克兰问题说服中国给予合作了。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石油可以带来一些缓解，中国可以以低于当前市场价的价格大量购买。
拜登政府试图在他所认为的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寻求共同利益，例如气候变化和贸易，但遭到北京的无视。王毅去年在与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会谈后说，美方希望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那么绿洲迟早会被沙漠化。布林肯与王毅之间的火爆言辞只是近年一系列激烈对抗的最新例子。拜登政府希望分化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并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如果华盛顿继续忽视北京的严重关切，并坚持其现有的限制与接触战略，那么所有华盛顿希望达成的目标，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离它越来越远。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